中奖5个亿后，老公开着豪车接送女儿放学，女儿的老师第一时间加上了老公的微信，并发布朋友圈：好寂寞，什么时候能找到我的如意郎君呢？有热心家长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老师，我一笑置之。直到有天，儿子突然叫嚣着对我拳打脚踢：走开，你这个老女人，天天就知道用我爸爸的钱，还骂我要让爸爸和你离婚，我要让梦梦老师做我的新妈妈。我笑了，好啊，就是不知道没了我，他养不养得起这父子俩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彩票中奖那天，我火速辞职，离开了高压的工作，想好好弥补儿子多年缺失的陪伴。老公王杰打来电话，说他的摩托车坏了，想买辆小汽车。我小手一挥，给他买了辆限量豪车。饭桌上，王杰有些疑惑，问我下班为什么这么早。我故意撇撇嘴，想开个玩笑。王杰，我被公司辞退了，以后我和儿子可都得靠你了呀。王杰脸色一变，干得好好的，你辞职做什么？就我这点死工资，以后怎么办啊？我的工作高压高薪，家里的开支基本都是靠我。王杰工作在一家效益一般的国企，每月拿着3000多块的死工资，但胜在工作轻松，上班时间灵活，可以接送孩子。听到王杰的话，我心里难受了一下，本能让我决定先不把中了5个亿的事情告诉他。我找了个借口，公司赔了我好大一笔补偿金，你不是说想要一辆车吗？我给你买了。我晃动了手中的车钥匙，这车……王杰眼中金光迸发，你真给我买了呀？老婆你真好。他抱起我亲了一口，却没问过我买了车以后剩下的钱还够不够花。看着他前后判若两人的样子，我心里有些别扭。本来想中了奖以后，我们一家3口一起躺平的计划就这么搁置了。儿子王俊俊的幼儿园新来了一个老师，大家都叫他梦梦老师。我正好辞职了，也和王杰一起去幼儿园接俊俊放学。从车上下来的那刻，梦梦老师就直勾勾地盯着王杰。王杰人到中年，身材还和年少时一样，没有发福，皮肤白皙，又架着个金丝眼镜，再配着个豪车，颇有些霸道总裁的意味。旁边还有其他孩子的家长在窃窃私语，这家长谁呀？这么有钱，这车可是限量级的，好像是王俊俊同学的爸爸，挺帅的。哎呦，成功人士阿魏，王俊俊妈妈可真幸福。我还竖起耳朵听着家长的议论，梦梦老师却已经带着俊俊来到了面前。王俊俊家长吗？你好，我是俊俊的老师，我叫梦梦。梦梦老师伸出手，我刚要伸手回应，他却越过了我，握上了王杰的手掌。俊俊爸爸放心，俊俊可喜欢我了，我会把俊俊在学校的动态都及时反馈给你的。说完，他伸出手机，扫了扫王杰的微信2维码。明明我昨天才刚加了他微信，他却还要加王杰的微信。我尴尬立在一旁，轻咳了一声，他这才转过脸来。俊俊妈妈，真羡慕你有个又会赚钱又顾家的老公。他捂着胸口，低头叹了口气，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我的真命天子。我留意到他的低胸装，那沟若隐若现。如果我是一个中年男人，现在估计能喷出37度的鼻血。我皱了皱眉头，这怕是不符合一个幼儿园老师的着装规范。当天晚上，幼儿园家长群里有其他家长加了我。那个梦梦老师是个绿茶，你要小心。我在询问，对方却不再回复，只说了句要小心。
我看着对话框，心下有些奇怪，却也没太当回事。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想起梦梦老师白天的愿望，我打开微信，推送了几个我前公司的优质男青年，有房有车是他们的基本条件，他们身形高挑，学历优秀，模样也是个花入个眼。看着梦梦老师的聊天框显示正在输入的字样，我满心期待他的回复，又着急补充了一句：他们的年收入都在30个 W 以上。等了半天，梦梦老师那却无半点回音，连那正在输入的字样都没有了。王杰却举着手机，言笑晏晏。见我疑惑，他闪过一丝心虚。梦梦我是说梦梦老师挺负责呀，对我们俊俊真是关心。我拿过王杰的手机，只见一排都是梦梦老师发的俊俊的照片和视频，还有他的接连不断的消息。俊俊这孩子和你长得真是一模一样，我看了都喜欢得紧。俊俊说他最喜欢梦梦老师，我高兴坏了。你看，我把俊俊带得很好吧？这一连串的话语和我微信里那个高冷的老师形成鲜明的反差，还有这亲昵的话语，让我莫名感受到了异样的感觉。只是这对话框在往上翻，王杰却一把拿过了手机。吃醋了，这老师还年轻，估计是小孩子脾气。见我脸色不好，王杰搂着我你还不放心吗？再说谁能比得过我老婆呀？看着他插科打诨的样子，我笑着摇头。可他好像只对你发消息，对我的消息一概不回呢。我发出了质疑，王杰却打起了哈哈，有老师关心俊俊不是好事吗？再说了，发给我不就是发给你吗？我的手机，老婆大人都可以看。我还是相信王杰的，这么多年，他身边确实没什么莺莺燕燕，手机密码也是我的生日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开。我俩的感情一直很好，我也相信王杰不会背叛我和俊俊。可我没想到，我们的3口之家最先反常的不是王杰，而是王俊俊。几个月前，我给俊俊报名了英语启蒙，希望他能长点知识。原先他很高兴上英语启蒙班，这天却拼命闹着不愿意去。我不要去英语启蒙班，梦梦老师说了，我不爱学习也没有问题。我爸爸有钱，又是梦梦老师，他到底在叫孩子什么？我耐着性子蹲了下来。俊俊乖，去完启蒙班，妈妈给你买你最爱的变形金刚。谁知他却拍开了我的手，还踢了我一脚。你个寄生虫妈妈，谁让你用爸爸的钱给我买礼物的？我不要你，你走开。我今天答应了和爸爸还有梦梦老师一起去游乐园。我有些吃惊，是谁告诉你爸爸还有梦梦老师要和你一起去幼儿园的？我抱着俊俊，可他却仰着头，拼命推开我，还狠狠咬了我一口。我吃痛放开，你这个老女人，大馋虫！我要让爸爸和你离婚，我要梦梦老师当我的新妈妈。我的脑袋突然一片空白，前不久还抱着我喊妈妈亲亲的儿子，此刻却变了模样。愤怒在我心头喷射开来，直觉告诉我，这些话一定不是一个5岁的孩子自己能说出来的，一定有人教他这么说。是谁教你这么说的？我压抑着怒气，抓住了俊俊的一只手，他却对我又打又咬，边打还边嚎叫，连家里一向不多事的保姆王妈都跑了出来。哎呦哎呦，俊俊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妈妈？我不要她当我妈妈，丑女人，坏女人！王杰推开门时，看到的就是这一幕。王俊俊哭喊着拒绝我的靠近。看到王杰回家，俊俊扑到了他怀里。爸爸，求求你快点和妈妈离婚吧，我要梦梦老师做我的新妈妈。我冷着脸看着王杰，他偷偷瞟了我一眼，有些心虚。
俊俊还小，太不懂事了，我带他出去散散心，冷静下情绪。王杰一下就扛着儿子出门了，我坐在沙发上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我和王杰的婚姻一直都是男主内女主外，我一年40个 W 的收入，还有我父母留下的房产租金也有20个 W。王杰的收入就用来他自己的开销，有时他带着俊俊买2根冷饮，还要找我报销。可我念着他一个大男人，教育孩子不容易，对于俊俊的教育，我都是尽量不干涉他的决定。我下了班一有空时，也都陪着俊俊，尽量给他多多的母爱。可怎么竟会变成这样？等下俊俊回来，我一定要和他好好聊聊。可等到傍晚，等来的却是面色有些纠结的王妈。王妈在我们家干了好多年了，从我7年前结婚时就雇佣了王妈。当时王杰还总是嫌弃王妈不苟言笑，要辞退她，是我坚持着把她留了下来。此时王妈抓着围裙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王妈，有什么事吗？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，说出来，我给你解决。王妈听到这话，像是下了决心一般。俊俊妈妈，我儿子刚和我说了一件事，我想了想，就算俊俊爸爸要把我开除，我也要告诉你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。刚刚我儿子儿媳在游乐园看到了俊俊爸爸和俊俊，还有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。你现在去，也许还能赶上。我顿时如遭雷击，来不及多想，我打了辆车出发了。进了游乐园，还没走多久，就在卖棉花糖的推车那看到了他们。俊俊吃着棉花糖，递给了丁梦梦。丁梦梦笑着接过，害羞地看了王杰一眼。王杰嘴巴一张一合，不知说了什么。丁梦梦娇羞地跺了跺脚，逗得王杰哈哈大笑。夕阳的余晖把这3人的影子拉得老长，3个人亲密的仿佛一家人。我拿着手机，咔嚓记录了这一刻，然后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理论。3人看到我，均是面露不快。我冷笑着，你们这一家3口，看着可真是温馨啊。王杰尴尬地伸出手，想要过来拉我，却被我甩开。老婆别误会，我和俊俊到了游乐园，正好遇见了梦梦老师。俊俊就想给老师买个棉花糖吃。俊俊突然开始大叫：你给我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你这个只会花我爸爸钱的失业懒女人！看着俊俊尖叫的样子，我出奇愤怒，忍住了扇丁梦梦耳光的冲动。你这个贱人，到底对我儿子说了什么？你这种勾三搭四的暴露狂，也配被人叫做老师？下贱！丁梦梦看上去低着头，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，看向我的眼中却是毫不掩饰的恶意。我为俊俊有你这样蛮横粗鲁的妈妈而感到悲哀，怪不得他说他很讨厌你呢。我正要发作，王杰却拦住了我，低声道：老婆，不能打人，如果他报警，我们就倒霉了。他明明说着我们，身体却像老鹰护小鸡一般挡在我身前，把丁梦梦护在了身后。言语可以造假，身体却是骗不了人的。理智让我深吸一口气，做出了最后的警告：丁梦梦，希望你自重。你如果还有老师的自觉的话，就离我儿子远一点，不要再挑拨离间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对方却不以为意，在王杰的身后朝我翻了个白眼。王杰转身后，却又吐出了他的小舌头：俊俊爸爸，不好意思，我性格直爽，惹到了俊俊妈妈，我跟您道个歉。希望俊俊妈妈没工作的时候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明明是应该跟我道歉，他却依旧只看着王杰。王杰夹在中间，东看看西看看，拉着俊俊来到了我身边，
丁梦梦又嘟起了自己的小嘴，挑衅地看着我。这个绿茶真是惹到我了，我不会原谅他了。我决定回击。就在这时，幼儿园家长群却炸了锅。家长你一言我一语，我们群里是哪个妈妈动的手？怎么能打老师呢？老师护卫着祖国的花朵，我们家长也要去守护老师，和梦梦老师道歉。梦梦老师别伤心，我们这班家长永远支持你。原来是丁梦梦发了条含沙射影的朋友圈，一片好心陪孩子玩，却被家长打了一耳光。真心一片为孩子付出，难道就换来这样的结果吗？朋友圈底下一溜烟的都是家长的拥护和声讨。梦梦老师养好身体，拥抱拥抱，一定要让打人者付出代价，支持让打人的人渣去坐牢。底下是丁梦梦的回复：谢谢各位朋友家长的关心，我已经好多了。这件事我相信园长会给我一个交代。我摇了摇头，还没去找他，他自己倒是送上把柄来了。我拨通了园长的电话，要求园长调出丁梦梦教唆俊俊的视频。丁梦梦不知道的是，我父母曾是这家民办幼儿园的股东之一。父母逝世后，股份到了我手里。作为幼儿园的股东之一，我和园长已经认识很多年了，而这一点我也没有告诉王杰。园长没有丝毫犹豫，答应了我的要求，并打电话来和我道歉。林总，抱歉，这是丁老师的个人行为，和我们幼儿园无关，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。下月我就让人事通知他不用再来了。我淡淡开口，不用下月了，就明天吧。园长一口答应，没问题，您放心，明天就让他办理离职手续。和园长这头解决完，我把园长发我的丁梦梦教唆俊俊的视频一股脑都发到了家长群。各位家长好，我就是丁梦梦老师嘴里那个打人的家长。至于我到底有没有打人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就让警察来鉴定到底是我在打人，还是有人在造谣。另外，也请各位家长看看这几个视频，有空的家长也可以核查一下，丁梦梦老师有没有像挑唆王俊俊一样挑唆你们的孩子。视频里，丁梦梦不断地给俊俊洗脑，俊俊好幸福，梦梦老师和你爸爸都很爱你，你也最爱梦梦老师，对不对？你想让梦梦老师做你的新妈妈吗？你妈妈又懒又馋，还老是花你爸爸的钱，强迫你学习，她就是个坏女人。俊俊帮老师打她好不好？俊俊不能要你的妈妈，不然梦梦老师可是会很难过的。几段视频中，丁梦梦总是重复上述的话语，而俊俊也从一开始的有些迟疑，到听到妈妈就握紧拳头，也跟着骂懒女人、老女人、穷女人等字眼。如果打人不犯法，我真恨不得把丁梦梦的皮给扒了。群里的家长大多是明事理的，几段视频一出，群里就炸开了锅。亏得我们还为丁梦梦义愤填膺的，原来把我们当猴耍呀！这样的人也配当老师吗？侮辱老师这个称号，这老师怕是想当小三吧？我就看他绿茶得很，天天穿着低胸装，也不知道勾引谁，勾引俊俊的爸爸呗。我都看到了，俊俊爸爸那天开了辆豪车，他眼睛都看直了。眼看群里家长越来越激动，丁梦梦龟缩在办公室里，偷偷退出了群聊。班主任将园长拉了进来，园长通知了丁梦梦，因为师德败坏，幼儿园决定将他开除的决定后，家长纷纷竖起了大拇指。可我家那父子俩似乎并不满意这个决定。王杰拉着俊俊打开了我的房门，老婆，俊俊这么喜欢这个老师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妈妈，你真是坏。
把我的梦梦老师还给我。我看着王杰，俊俊是怎么知道丁梦梦被开除了？你告诉他的，你告诉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王杰被我的三连问问得有些发懵。这么多年，我都是扮演着温良妻子的角色，有些他的小心思我不是不知道，只是觉得没必要点破罢了。如果你这么喜欢那个丁梦梦，不如你和我离婚，和他结婚去呀。王杰闻言，眼里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阴狠，面上却开始讪讪的笑，拉着我的手。我对那个什么老师可没有一点想法，我只不过看俊俊喜欢，才和你提了下。老婆，你知道的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一直都只有你。你看，我这就把他给删了。王杰立刻把丁梦梦给删除了。看着王杰讨好的样子，我有些心软，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不是假的。我也不想让俊俊变成单亲家庭的孩子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辗转反侧，往常入睡很快的我，此刻却丝毫没有睡意。家庭依旧还是完整的，我是应该开心的，可此刻却无半点喜悦。我侧身时伸手一摸，床旁边空荡荡的，原本应该躺在床上的王杰这个点去哪了？我轻轻起身，在玄关处听到了王杰刻意压低的声音：“宝贝儿，你这么漂亮的脸蛋可不能动气，生气就老了，老公就不喜欢你了。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重逢，你还不相信我的诚意吗？你别和那个老女人生气，犯不着。我看到她的脸和身体，我都恶心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好，我的乖梦梦。老公爱你。”听到王杰对我的评价，我如坠冰窖，刺骨的寒意从心头涌起。我没想到，我以为的多年情谊，换来的就是老女人和恶心，还有那个所谓的梦梦。难道是丁梦梦？什么叫喜欢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重逢？难道他们早就认识？我一定要弄清真相。王杰打完电话就回到了床上。不一会儿就响起了呼噜声，看着眼前猪狗不如的男人，我忍不住发笑。当年这么多选择，怎么就看上他了呢？我解锁了他的手机，王杰其实藏得并不隐蔽，只怪我之前对他太过信任。点开丁梦梦的头像，一水的聊天记录：“杰哥，你真厉害，当年是我妈非要我嫁给那只肥猪。我每一天都在想你，杰哥，你好牛，靠自己打拼出了这么多的财富。我只恨自己当年没能陪在你身边。杰哥，每次看到你，我的心都好痛。为什么俊俊不能是你和我的孩子？”对于丁梦梦的夸奖，王杰都是照单全收，似乎我们家所有的财富都是他打拼的来的。你真美，梦梦，有了你，我才有了家的感觉。这么多年，我辛苦打拼，也经历了很多波折。等到酒店，我再慢慢讲给你听。飞吻，我越看越想吐。我忍着恶心，把他们的聊天记录一张张拍了下来。可是，光有记录还不够。为此，第二天一醒，我就联系了私家侦探和离婚律师，帮我转移财产。我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。下午放学时，我去接俊俊回家，没想到又遇到了老熟人。丁梦梦看到我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：“俊俊妈妈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我不像你命好，有个有钱又对你好的老公。我父亲生病要吃药，家里就只能靠我这份工作的收入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”他边说边往地上磕头，巨大的动静吸引了不少围观的人。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开始指指点点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：“这是老师吗？这老师真可怜。”“是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家长何必呢？我好像认识这个家长，她老公听说特别有钱又帅气，可
她老公怎么娶了个这种素质的老婆呀？我冷静地看着丁梦梦的表演，一声大喝打断了现场。老婆是王杰。他来到我身边，却紧紧盯着丁梦梦。丁梦梦的额头磕破了皮，原本白皙的脸现在更是惨白，颇有点梨花带雨的味道。老婆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这么咄咄逼人做什么？看见心爱的女人受苦，他终是忍不住，连语气都带着责怪。我沉默着没说话。王杰以为我是愧疚了，急忙扶起了丁梦梦。梦梦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我带你去医院。我老婆认识到自己错了，她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会和你道歉的。丁梦梦看到王杰的心疼，得意极了，冲我挑着眉，轻蔑一笑。我哪敢啊，我怕他打死我，给他道歉。我冷笑出声。王杰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软饭吃多了，骨头都酥了是吧？王杰脸色骤然一变。丁梦梦还在一旁煽风点火，他怎么敢这么和你说话的？明明家里都是你在养他，你真是把他给惯坏了。要是我，可不得心疼死，哪会这么和你说话？这样的母老虎，谁见了不得抖三抖？杨文文，你给我好好说话。王杰被戳到痛处，有些气急败坏。你就不怕我和俊俊都不理你了吗？开始拿儿子威胁我了。各位，大家听我说。我示意围观群众安静。首先，教师丁梦梦教唆我儿子辱骂我、贬低我，前2天已经被幼儿园开除了。我想其他家长应该有所耳闻。话音刚落，就有家长低呼一声：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绿茶丁梦梦，前2天很出名的那个被开除的老师，原来是他呀！怪不得我一看就不是个正经人。这人听说之前就被其他幼儿园开除过，也是总想着从孩子爸爸身上捞钱。其次，我顿了顿，转头望向王杰。王杰，你敢不敢和围观群众还有这个丁梦梦老师透露你的真实收入？王杰直直地盯着我，似是不可置信我会突然当众揭短。老婆，够了，在外面这么闹多难听，我们回家说。王杰有些急切地过来拉我的衣服。杰哥，让他说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寄生虫能说出什么来。丁梦梦还在一旁拱火，她不知道她的杰哥此时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王杰，工作10年了，每月工资3000多，无其他收入，每天负责接送孩子。丁梦梦老师啧称道的豪车是我这个老婆给他买的，别人幻想的年入100万的霸道总裁是不存在的。丁梦梦老师所谓的我在吸王杰的血，实际上是王杰吃我软饭，每月找我拿5000零花钱，他穿的用的，包括我们住的房子，王杰都没出过半毛钱。还有，够了！王杰突然暴喝一声，打断了我的输出。他脸上青筋突起，一脸被拆穿后的恼羞成怒。杨文文，你最近失业，天天闲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是谁养着你？我突然被王杰的恬不知耻逗笑了。别说我已经中了5个亿，就算我没中5个亿，他也养不起我，养着我。那请问你给过我1毛钱吗？什么叫养？这个词的含义你知道吗？你1个月3000块的工资能养活谁呢？我请问。丁梦梦被我的话和王杰的反应彻底搞懵了，她下意识地拉着王杰的手，喊了声杰哥，杰哥，这女人怎么能诬陷你呢？你倒是反击呀，杰哥！丁梦梦急于向王杰求证，王杰却不发一言。我继续反击，你以为你的杰哥不想反击吗？是他压根就无话可说。对了，我又转向围观群众，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这个丁梦梦老师和他旁边这个男人，王杰，也就是我的老公，
是早就认识的姘头关系，给我戴了好大一顶绿帽。围观家长中，有部分人发出诧异的声音，更多的人开始指指点点：啥玩意儿？狗男女？精彩，实在是精彩，刷新了我看剧的下限。这个男的看上去一表人才，实际上啊，那丁梦梦也茶得不行，一看就是狐狸精。这俩人真是臭鱼配烂虾，天生一对。王杰，和你的情人好好过月入3000的好日子吧。我委托的离婚律师会来找你。我带着俊俊回到了家里，为了防止王杰闯入，我找人换了门锁，并叮嘱保安不能放他进来。谁知俊俊却对我拳打脚踢，不断叫嚷着要爸爸和梦梦老师。你给我滚！我不要你做我妈妈，你这个没用的妈妈。看着王俊俊那和王杰相似的面庞，我对他的爱也渐渐冷却。妈妈再问你一遍，你要不要妈妈？不要不要不要！王俊俊几乎是尖叫着吼出了声。得了，既然他不要我，那这儿子我也不要了。我嘱咐保姆把王俊俊送去给王杰，既然他不愿意跟着妈妈享福，那就跟着他的好爸爸吃苦去吧。等到傍晚，保姆才回来，身边依旧带着王俊俊。俊俊和他爸待了一会儿，就改变心意了，还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榴莲蛋糕。我有些狐疑地看向王俊俊，他手上确实拿着一块榴莲蛋糕，他有些不情愿地递给了我，说着妈妈给，眼睛却紧紧盯着这蛋糕。榴莲蛋糕其实不是我喜欢，是我总是看到王俊俊喜欢，所以总买来给他吃。我叹了口气，不知王俊俊为何会突然转变，却还是让他自己吃这蛋糕。你吃吧，妈妈不饿。王俊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，吃到只剩下一些蛋糕渣渣，可没过多久就开始叫嚷着肚子疼、腿疼、手也疼，他疼得倒在了地上。王俊俊打小身体就很好，他吃了块蛋糕就这个反应，我本能地怀疑蛋糕有问题。王俊俊疼得满地打滚，我急忙叫了救护车。俊俊，是谁给你的这块蛋糕？我有些着急，好疼，好疼！他不停地打滚，是爸爸和梦梦老师给我的，说让妈妈吃。妈妈，我好疼，快救我！是王杰和丁梦梦给王俊俊了一块毒蛋糕。王杰和丁梦梦居然想毒害我，我当即报了警。俊俊也被送到了医院，医生说幸好送医及时，原本这是慢性毒，见效慢，隐蔽性高，可因为俊俊还是一个小孩，又一下吃了一整块蛋糕，毒量大，所以才立刻出现作用。原本这种毒素如果用在大人身上，会让人恶心干呕，渐渐脱发失明，浑身疼痛乃至死亡。又因为症状不特殊，极其容易误诊成其他疾病而耽误治疗时机，真是好歹毒的心。我的手有些颤抖，我确实没想到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事。警察到得很快，王杰和丁梦梦也被传唤到了警局，但他们抵死不认，只狡辩是不小心。因为俊俊还小，法庭不能完全采信他的说辞。王杰和丁梦梦只能以故意伤害定罪，只是没想到这丁梦梦居然肯将罪责全部揽到自己身上。丁梦梦被判了5年，王杰只被判了3个月。这丁梦梦真是个纯爱战神，也不知道王杰是不是对他一样的深情。我给王俊俊换了 VIP 病房，康复后他似乎很黏我，也不再叫我懒女人、丑女人和寄生虫了，只是我那被凉透的心也很难再捂热了。我把王俊俊送去了寄宿学校，这学校半个月回家2天，设施高档，老师齐全，
还有很多同龄人陪他一起玩。既然他不喜欢我，那就去过集体生活吧。今后我和王俊俊的关系如何，就看他的表现了。王杰入狱期间，我忙着转移财产，提出离婚。我父母的房子都婚前就转到了我名下，离婚后，王杰1毛钱都分不到我的。我正式提出离婚诉讼，王杰就在这时出狱了。他找到我，跪在地上求我不要离婚。文文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毕竟我们这么多年夫妻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入狱仅3月，他却苍老了许多，原本挺拔的身姿也变得伛偻。我看他跪在地上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心中只觉快意。你的小情人丁梦梦呢？你不管她了？你俩不是密谋着要害死我吗？老婆，我没有，我发誓我没有。他爬到我的腿旁，抱住了我的腿。都是那个丁梦梦，都是他出的主意。老婆，我一定帮你告死他，他死有余辜啊！老婆，那个该死的贱人，都是他勾引的我，还让我帮忙照顾他爸。我呸！当年为了钱傍大款，现在又为了钱接近我，以为我不知道，他那个穷爹也到岁数了，谁会给他钱治病？他那爹1个月前就死了。我呸！我冷眼看着王杰，颇有些惊讶。入狱短短3月，他完全就像是变了个人，满口的污言秽语。或许他原本也就是这样的人，只是我没有发现罢了。老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直接叫来保安，把王杰拖走。王杰拼命挣扎，一边挣扎一边还说着：“老婆，我爱你。”王杰竟然还以为能和我复合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我不仅要离婚，我还要他付出代价。入狱3年怎么够？这可是蓄意谋杀呀！我来到狱中看望丁梦梦，见到她时，她满脸沧桑，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垮了，很难和3个月前那个低胸装的她联系起来。她低着头，默不作声。我掏出手机，给他展示了下我银行卡的余额，他被这么多的零给震惊住了。你如果只是为钱的话，还不如来勾引我，我可比王杰善良多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丁梦梦抽了抽嘴角。我将王杰和我谈话的录音放了出来，并附上了丁梦梦爸爸的死亡证明。王杰说：“你爸爸已经去世了，他也没给过他任何治疗费用。你居然能相信他，真是可笑。”丁梦梦脸色突然变得煞白，她站起身，愤怒地拍打着窗子。王杰这个烂人，他说好要和你离婚分一大笔钱的，他说好要把这笔钱给我的，他说好要替我照顾我爸的，他骗我，他害死了我爸爸，我要他死。我轻笑一声，也不知道该说你是太单纯，还是太想走捷径。连这种鬼话都信。丁梦梦只是不停地拍打着窗户，嚎叫了起来。不过她抬起头看着我，你如果要翻供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在丁梦梦这个人证的帮助下，警方很快搜查到了有力的证据，人证物证确凿，因涉嫌投毒和故意杀人，情节严重。王杰作为主犯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，丁梦梦作为从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这对怨偶怕是要在监狱重逢了。王杰的律师告诉我，王杰很想见我一面，只要见到我，他就签署离婚协议。我扭头拒绝，我没有和他见面的必要，垃圾就该丢在垃圾场。他好好过他丰富多彩的监狱人生吧。至于我带着奖金走在街头，离开了垃圾老公和白眼狼儿子，我的人生这才刚刚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